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我想和大家聊一个非常特別，甚至可以說是有些驚悚，但也無比溫暖的故事。在開始之前，我想請大家先深呼吸一下，把手放在自己的胸口，感受一下那一跳一跳的節奏。活在這個世界上，我們每個人其實都有兩套邏輯在支撐着我們走下去。一套是白天在辦公室裡，在股市裡，在面對房貸和報表時那套嚴絲合縫的理性邏輯，而另一套往往是在深夜裡，在面對親人離去，面對突如其來的疾病，或者僅僅是在看着浩瀚星空時湧上心頭的感性直覺。我們在台灣這片土地上生活，大家其實都很熟悉這種拉扯。我們有全世界最頂尖的半導體工程師，有最嚴謹的醫療團隊，但轉過身，我們也會去龍山寺求一支籤，去媽祖廟點一盞燈。科學與信仰，大腦與靈魂，這兩者到底是誰在主宰誰？如果有一天，全世界最懂大腦的專家，一個徹頭徹尾的唯物主義者，突然告訴你，大腦其實不是意識的源頭，它只是一個限制器，真正的世界遠比你想象的要宏大得多，你會相信嗎？這裡是意識覺醒，記得按讚、訂閱並打開小鈴鐺，這樣您就不會錯過我們的新影片。今天故事的主角就是這樣一位本來絕對不可能相信天堂存在的頂級精英，他的名字叫伊本亞歷山大 （Ibn Alexander）。在2008年以前，如果你問他人死後還有意識嗎？他大概會用一種帶着哈佛醫學院特有的傲慢和憐憫看着你，然後告訴你別傻了，那只是缺氧，大腦皮層產生的化學幻覺。他不是普通的醫生，他在杜克大學受訓，在哈佛醫學院任教，並執業了15年，是那種真正站在金字塔尖的神經外科醫生。在他過去幾十年的職業生涯裡，他親手切開過無數個頭顱，見過各種各樣的大腦，健康的、病變的、腫瘤的、出血的。對他來說，大腦就是一台精密的生化機器，意識就像是這台機器運轉時發出的嗡嗡聲，機器停了，聲音自然就沒了。這就好比你把電視機的電源拔了，畫面自然也就消失了，怎麼可能還有什麼靈魂飄在空中看電視呢？這種觀點叫做還原論，也是現代醫學的基石。伊本醫生對此深信不疑，直到命運在他54歲那年跟他開了一個幾乎致命的玩笑，把他扔進了一場科學完全無法解釋的噩夢，或者說奇蹟之中。事情發生在2008年11月10日的凌晨。在此之前，伊本醫生的生活可以說是順風順水，典型的美國精英階層。但這天凌晨4點半，他突然醒了，背部傳來一陣劇烈的痙攣。起初他以為只是普通的肌肉拉傷，或許是工作太累了，但這種疼痛迅速升級，就像有一把燒紅的電鑽直接鑽進了他的脊椎。他的妻子霍利發現情況不對時，伊本已經開始失去意識，身體劇烈抽搐。救護車呼嘯着把他送進了急診室，醫生們對他進行了脊椎穿刺。正常人的腦脊液應該是清澈透明的，像水一樣，但從伊本脊椎裡抽出來的液體卻是乳白色的膿液，這是一個毀滅性的信號。化驗結果讓所有醫生都倒吸一口涼氣，大腸桿菌腦膜炎。大家可能聽說過腦膜炎，但這一種極其罕見。尤其是對於一個沒有任何頭部創傷史的健康成年人來說，感染大腸桿菌腦膜炎的概率只有1000萬分之一，這簡直比中彩票頭獎還要難。這種細菌極其兇猛，它們像瘋狂的軍隊一樣正在吞噬他的大腦。醫學數據顯示，他的腦脊液中葡萄糖含量幾乎降到了0，這意味着細菌已經把他大腦裡的能量儲備吃光了。他的大腦皮層，也就是那個負責我們思考、語言、記憶、情感，那個讓他成為伊本醫生的人類最高級中樞，正在遭受毀滅性的打擊，迅速停止運作。按照哈佛醫學院教科書的標準，那一刻，伊本亞歷山大這個人在醫學意義上其實已經不在了。急診室的醫生看着 CT 掃描圖，那上面的大腦皮層腫脹發炎，功能區一片死寂。這不是普通的昏迷，這是深度昏迷。格拉斯哥昏迷指數降到了最低，在接下來的7天裡，他就像一塊石頭一樣躺在病床上，
依靠呼吸機維持生命。醫生告訴他的家人，準備後事吧。即使奇蹟發生讓他活下來，他也注定是個植物人。大腦皮層已經被細菌吃成了漿糊，不可能再有任何高級思維了。然而，就在這台生物機器徹底死機的7天裡，真正的伊本卻去了一個完全不同的地方。這不僅僅是一個瀕死體驗的故事，這是一個關於意識到底在哪裡的終極探案。當伊本的肉體在病床上掙扎時，他的意識並沒有像他以前認為的那樣歸於虛無，相反，他醒了。但他不是醒在醫院裡，而是醒在了一個他稱之為蚯蚓眼視角 Earthworm's Eye View 的混沌世界。這裡沒有光，沒有時間，沒有語言，甚至沒有我這個概念。他忘記了自己是哈佛醫生，忘記了自己有妻子兒女，忘記了自己曾經生活在地球上。他只是一團純粹的原始的知覺，被困在一個充滿了暗紅色泥漿，像植物根鬚一樣糾纏不清的地下世界。周圍充斥着令人作嘔的生物腐爛的味道，還有一種單調的、機械的、像打樁機一樣的重擊聲。偶爾會有一些像是爬蟲或者是某種怪異動物的面孔從泥漿裡浮現出來，對着他發出嘶吼。這種狀態如果持續下去，可能就是我們傳統文化裡說的地獄或者煉獄吧。那種絕望感不是來自於痛苦，而是來自於永恆的迷失。他不知道自己是誰，不知道這裡是哪裡，只覺得這種混沌就是存在的全部真相。這其實是一個非常有意思的細節，因為很多質疑者後來提出瀕死體驗只是大腦缺氧時的記憶重組。但伊本反駁說，如果是記憶重組，為什麼他的大腦偏偏屏蔽了這一生所有的記憶？那種徹底的自我喪失是大腦皮層關閉的直接證據，因為存儲自我的那個硬盤已經讀不出來了。就在他以為這無盡的黑暗泥沼就是永恆的時候，頭頂上方出現了一絲變化，那是一道旋律，一道光。起初是緩慢旋轉的白光，伴隨着一種極其美妙的音樂。這音樂不僅僅是聽覺上的，它是某種可以用觸覺感受到的震動。隨着光芒越來越強，那黑暗的泥漿世界開始像蛋殼一樣破碎。他感到自己被一股力量拉了上去，穿過了一道裂縫，進入了他後來稱之為通道 The Gateway 的領域。這一下的轉換簡直是從下水道直接飛進了愛麗絲的仙境，甚至比那還要宏大無數倍。他發現自己在一個極度明亮、色彩斑斕的世界裡飛翔，這裡的顏色是地球上沒有的，比我們肉眼能見到的光譜要寬廣得多。每一種顏色都像是活的，帶着呼吸。腳下是翠綠的山谷，流淌着像水晶一樣清澈的瀑布，而那水流過岩石的聲音，竟然也是某種複雜的合唱音樂。這裡的一切都充滿了生機，花草樹木、飛鳥游魚，沒有任何一樣東西是孤立存在的。萬事萬物都通過一種看不見的能量網絡連接在一起。而在這一段旅程中，最關鍵的一刻到來了，在他的身邊出現了一位向導，那是一位年輕的女子，有着高顴骨、深藍色的眼睛和金棕色的頭髮。她穿着一件在這個世界裡看起來很自然的衣服，顏色像是靛藍色，或者是某種粉末狀的藍色。他們坐在一隻巨大的蝴蝶翅膀上，這聽起來很像童話，但伊本強調，那種真實感比我們在地球上摸到桌子的感覺還要真實1000倍。這隻巨大的蝴蝶並不是唯一的，周圍還有成千上萬隻蝴蝶在飛舞，它們組成的陣列像是一條流動的彩色河流。那位女子看着他，那個眼神，伊本說，他願意用這一生所有的榮譽和財富去換取那1秒鐘的注視。因為那個眼神裡包含了全宇宙所有的愛。他沒有張嘴，但他的思想直接傳遞到了伊本的意識裡。那不是英語，不是中文，而是一種前語言的概念流。他對他說了3句話，這3句話後來成了伊本餘生布道的這種核心。他說，你是被愛着的，被珍視着的，直到永遠。你沒有什麼好恐懼的，你不會做錯任何事。各位朋友，想象一下，如果你剝離了所有的身份，忘記了所有的過往，在一個陌生的宇宙裡聽到這樣的宣言，那是通過靈魂層面的震動直接刻印進去的。對於一個從小被領養，內心深處始終有着某種被遺棄感創傷的人來說，這種無條件的接納是一種徹底的治癒。是的，伊本是被領養的，
這個問題我們後面會詳細說，因為它是解開整個謎題的關鍵鑰匙。在那位女子的引導下，他們繼續上升，穿越了那個絢麗的通道領域，進入了一個更深邃的空間。伊本稱之為核心 The Core， 這裡是一片無邊無際的墨黑色，但這黑色不是黑暗，而是充滿光芒的黑暗。這聽起來很矛盾，但在那個維度裡，這是完美的統一。這裡沒有具體的形象，沒有蝴蝶，沒有山谷，只有一種無限的神聖的意識存在。伊本感覺到自己就在那個造物主的懷抱裡，他聽到了一種声音，那是宇宙呼吸的聲音。如果非要用人類的語言形容，那聲音就像是 Om 俺。在這個核心裡，他所有的疑問都在提出的瞬間得到了解答。知識不再是需要學習的東西，而是像呼吸一樣自然流入。他明白了，在這個宇宙中，意識才是最根本的基礎。物質只是意識演化出來的舞台，大腦不是意識的生產者，而是一個過濾器或者是接收器，就像收音機接收電波一樣。收音機壞了，不代表電台消失了。我們的大腦為了讓我們能在地球這個三維空間裡生存，刻意屏蔽了絕大部分的宇宙信息，讓我們聚焦在生存這種瑣事上。而當它的大腦皮層被細菌關閉後，這個過濾器失效了，他才得以看到了宇宙的全貌。然而，旅程終有盡頭。雖然他在那個充滿愛的世界裡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歸屬感，覺得那裡才是真正的家，但那個聲音告訴他，你必須回去。不管他怎麼抗拒，怎麼不想回到那個充滿了痛苦、疾病和局限的肉體裡，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還是把他拉了回来。在這漫長的7天裡，醫院裡的醫生們已經準備拔管了。他的存活率被判定為幾乎為0，但在第7天的早晨，就在醫生們討論放棄治療的時候，伊本突然睜開了眼睛，他的眼神裡充滿了恐懼和困惑，因為從那個無限光明的世界瞬間被塞回這個沉重疼痛的肉體，這種落差簡直是酷刑。他拔掉了呼吸管，試圖說話，在場的所有人都驚呆了，這簡直就是醫學奇蹟。但他並沒有立刻恢復正常。在甦醒後的幾天裡，他經歷了一種被稱為 ICU 精神錯亂的狀態。大腦雖然重啟了，但軟件還沒裝好。他的記憶是一片空白，他不認識妻子，不認識兒子，甚至不記得自己是醫生。但他清楚地記得那個地底世界，記得蝴蝶，記得那位女子，記得那個 Om 的聲音。隨着時間的推移，他在地球上的記憶一點點回來了。作為神經外科醫生的理性思維也回來了。這時候，最精彩也是最讓懷疑論者啞口無言的部分來了。當伊本恢復了理性，重新穿上白大褂，他的第一反應其實是自我懷疑。作為科学家，他試圖用自己畢生所學的醫學知識來破解這次經歷。他想，這肯定是大腦皮層在關機前或者重啟瞬間產生的幻覺。他查閱了自己的病歷，但每一項數據都像是一記耳光打在他的唯物主義臉上。他的大腦皮層在7天裡是被膿液覆蓋的，功能完全停擺，根本不具備產生那種超高清、邏輯連貫、情感深刻的幻覺的生理基礎。幻覺需要活躍的大腦皮層，而他當時只有腦幹在工作，腦幹只能維持呼吸和心跳，造不出天堂。但這還不是最震撼的證據，真正的實錘來自於一張照片。我前面提到過，伊本是被領養的，在他成長的過程中，他一直不知道自己的親生家庭情況，直到中年以後，他才尋找到親生父母，並與他們建立了聯繫。但他得知，他在被領養之前，親生父母其實還有一個女兒，也就是他的親姐姐。但不幸的是，這位姐姐在幾年前已經去世了，他們從未謀面。伊本甚至連他的照片都沒見過。在他從瀕死體驗康復後的4個月，他的親生妹妹寄來了一張照片，說那是他從未見過的親姐姐貝奇 Bessie 的照片。當伊本打開信封，看到照片的那一刻，他感到渾身的血液都凝固了，緊接着是熱淚盈眶。照片上的女子有着高颧骨、深藍色的眼睛和溫柔的笑容。是的，你們猜到了，照片上的貝奇就是他在昏迷中在那個蝴蝶翅膀上遇見的那位向導女子。他在天堂裡見到了一個他在現實世界中從未見過，甚至不知道
長什麼樣的人，而他在那裡告訴他，你是被愛着的。對於一個被領養的孩子來說，這就是宇宙給他最溫柔的答案。你從未被遺棄，你的親人在另一個維度守護着你。這個發現徹底擊碎了伊本最後的防線。如果這一切只是幻覺，大腦怎麼可能憑空構建出一張他從未見過的臉，而且與現實分毫不差？這在概率學上是不可能的。這成為了他書中書名《天堂的證據》（Proof of Heaven） 最核心的注腳。從那以後，伊本亞歷山大變了，他不再是那個只看核磁共振图的冷冰冰的醫生，他開始寫書，開始在全球演講。他的書在《紐約時報》暢銷書榜上停留了整整1年。當然，這也引來了巨大的爭議，科學界對此反應激烈，很多以前的同事認為他瘋了，或者認為他在利用這種經歷斂財，甚至有神經科學家專門寫文章抨擊他，試圖從病理學角度解釋他的幻覺。面對這些質疑，伊本表現得非常淡定，因為他經歷過那種絕對的真實，那種真實感比我們現在坐在這裡聽着這個演講的感覺還要強烈。他說，我也曾像你們一樣站在懷疑的那一邊，我理解那種懷疑，因為那是我們保護自己世界觀的一種方式。但當你真正看見過光，你就再也無法假裝黑暗是唯一的真相。他提出了一個顛覆性的觀點，其實這個觀點在東方的智慧裡早就存在了，比如佛教說的萬法唯識，或者道家說的道。伊本認為科學和靈性並不是對立的，他們只是在用不同的語言描述同一個真理。意識是宇宙的基礎，而愛不是一種情緒，而是宇宙的結構，是把原子、分子、星系凝聚在一起的基本力量。各位朋友，為什麼我要在這個時候講這個故事？我們生活在一個充滿焦慮的時代，尤其是在台灣，地緣政治的緊張、經濟的壓力、高齡化社會的隱憂，讓我們每個人都活得像個陀螺。我們害怕失業，害怕生病，害怕被遺棄。歸根結底，我們害怕死亡，害怕我這個存在的消失。伊本亞歷山大的故事不是為了讓你盲目的迷信鬼神，而是為了給你提供一個更寬廣的視角。試着想象一下，如果死亡不是終點，而是一次醒來；如果我們現在的痛苦、掙扎、遺憾都只是一個宏大課程的一部分；如果你在這個世界上所經歷的一切孤獨，其實都被一種無條件的愛所包圍着，只是我們暫時忘記了而已。他在書中有一段話，我非常喜歡，想送給在座的每一位。他說，當你意識到你是永恆意識的一部分，你就不再需要通過外在的成就來證明自己的價值。你本自具足，你本就是光。這並不是說我們要放棄理性的生活，放棄科學的治療。伊本康復後依然尊重醫學，但他知道醫學有其局限，在手術刀無法觸及的地方，在藥物無法治癒的傷痛裡，愛和信念有着巨大的療癒力量。也許下次，當你抬頭看着台北的夜空，或者在花蓮的海邊聽着海浪聲時，你可以試着關掉大腦裡那個喋喋不休的理性過濾器，試着去感受一下，在那海浪聲背後，是否也有那個 OM 的震動。在你思念失去親人的時候，是否能感受到他們並沒有消失，只是換了一種形式，依然在那個蝴蝶飞舞的山谷裡，深情地注視着你，對你說，無需恐懼，你是被愛着的。這是一個哈佛醫生死裡逃生的故事，也是一個關於我們每個人靈魂歸宿的預言。不管你現在信不信，這顆種子已經種下了。也許在未來的某個時刻，當你面對生命的至暗時刻，這個故事會像一道光，穿透你心中的泥沼，帶你找到那個通往光明的出口。謝謝大家的時間，願我們都能在理性的世界裡保留一份對未知神性的敬畏與溫柔。謝謝。